你看，都是我这个银元是假的哦。哦，这我明明换了几十元的银元，咋可能就变成假的了？大爷，你这个银元还真不是假嘞。你看它背面无论是罐装铝锈，还是这种黑色的老彩，这都是一眼开门的状态。唯一与常见的冤大头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这个原相。你说的对啊，好几个人都说没见过这种软蜡头，哦，所以一看就是假的。哦，要给我200块按回银子收。他没见过，并不代表一定是假币啊。既然定义为假币，那他再出200块钱收，这就前后矛盾了。既然是假嘞，为何还要掏钱收购嘞？你这个银元啊，确实是一眼大开门，和常见的9件大头不一样，但材质是银的，这就说明啊是民国时期的丝铸，而且原相你看还有点复杂，状态不错。什么是丝绸的呀？你可得听我做主儿。哦，就因为我这块银元，我亲家说我是个大富有。那像我们普通人懂银元的太少了，像这种丝绸不认识，或者是当成假的太常见了，你千万不要当真啊！这个丝绸啊，就是在过去我们个人用手工刻木丝制造出来的银元。丝绸分为银和铜两种，银子的话和普通冤大头一样正常流通，铜的话就是我们常说的假币。只要我这个不是假币就行了。不假。这可事关我个人名儿。那是我这个银元送给亲家，我亲家找人回收就给200。那亲家这幸亏是没卖啊，不然200块钱卖了，你这回彻底是说不清楚了。路边有很多那种回收店，那价格都是随便胡乱给的，你不必当真就行了。再说失主他们也不认识啊。我亲家今天又打电话来了，那路边回收店愿意给他300。哦，他问我这块假币卖不卖，弄得我这个人心情很坏。咱说句不好听的啊，现在银价也很贵，你这20多颗银子现在也得200多块钱了。他给你300，应该是看你不懂，想按银价给你收回来。关键是你这个丝绸比常见的冤大头可贵多了。对呀，我朋友说软蜡头一个也1000多了。对，关键是我这一块长得丑嘛，我也不知道能值多少钱。长得丑并不代表不值钱，最起码比常见的冤大头少，这个才是最关键的。你看冤大头发行量有10几亿枚，你想想吧，它的存世量也不会少了。像那种无伤无戳的状态，一个通货1000块钱还是有的。而你这个比常见的冤大头那可是9牛之1毛啊！收藏讲究的就是物以稀为贵。像过去民国那时候是银本位，只要银元是银的就能正常流通。而现在玩银元主要在乎一个年代感，只要它就是老的它就有价值。而你这个丝绸啊，它是人工刻木，你包括它个整个壁面和天津版出入都很大，原相很丑，但是很有特点复杂。发丝你看一根一根的，应该是仿照酒精造的，状态几乎是没什么磨损啊。你包括上面的字体都显得很有特点。经常看习惯天津版的大头，再细看你这个亮点确实有很多，老彩老味道。个人觉得吧，卖几千块钱没啥问题。就这个几千块钱，对，恐怕你说出去我亲家就不行。不行，所以我就是一个制假的，送给自己人也送假的。那亲家是遇人不淑，别人告诉他是假的，他信以为真了。既然是假的话，应该是分文不值啊。那既然给200、300，那就说明这个银元不假。你这样的银元，对吧？有一块几千块，如果你真会制假，那谁也挡不住你发财啊。确实不是我做出来的，那我会做这个，那还不得了了。那对对，这几千块钱的话，这可比黄金贵了。那肯定没有黄金贵。你要是留下来这么大一个金币啊，咱说句不好听的，卖黄金得几万，古董啊，它的溢价得几十万、几百万，因为过去黄金少啊。金币更少，哎，反正你这对这个银元这方面啥也不懂，这个银元你也知道它值几千，不是假的就行了，把误会解开，证明你的人品没问题，这不就行了吗？对对对，对，你这鉴定的真细心，谢谢你啊，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咱把留下来3块银元，你来帮我看看这哪个贵，我准备把最贵的2块留给我自己，不值钱的给俺弟。这当哥的怪大方呀，总共3块银元，你要2块最贵的，来，我也看看是啥东西吧。哎，俺这分家啊，不都是谁孝顺分的谁的多吗？俺弟他一直都没改家，我这相声银子给他一块都够了。这关于分家，具体怎么分，这还是你们自己看着办吧。你这3块银元，这全部入的都是皮盒，3个币种分值，状态都不同。细看的话，这还都带板啊。我看你这都不是普通的银元。
看来恁爸应该是经常玩音乐啊，不然不会有这样的音乐啊。俺爸以前啊，最喜欢玩音乐了。哦，家里面啊，买了几百块。哦，但是呢，我这个人吧，一直没工作，一直在家里面没工作。然后呢，平常没钱了，就卖他几块，没钱了卖几块。这时间一长，几百块也基本上卖完了。卖完了，最后这3块呢，俺爸说的留给俺弟弟了。哦，俺弟弟他在外边上大学，一直都没回来。这平常虽然说我不咋孝顺俺爸爸，但是我天天在家里照着他了，看着了，这也算是一种孝顺吧。这个分家啊，讲究一个公平公正，尤其是你这当哥了呀，要以身表率。这几百块音乐都卖完了，剩下这3块，跟恁弟弟的你这拿出来也不太合适吧？你看，刚才我都跟你说了，俺弟上了大学，在外边工作，一直都不回来，最多过年的时候回来一趟。咋回事？因为俺家里面都是给他。那我天天在家里面照顾着老人，我不应该更孝顺，不应该都带着我的吗？我跟你说一句话啊，兄弟，这个亲情啊，有时候比金钱更重要。你这把音源卖了，眼前虽然说有点钱，但是后续啊，你让恁弟知道了，亲情就没了。还有就是能把几百块全部卖了，就剩下这3块了。你这结果今天还要2块最贵的，我总感觉拿点不太合适。没啥不合适的。你赶快给我看看这值多少钱吧。好。我是着急用钱。这里边最贵的要当属你这个祥银1两。这个祥银1两啊，当时它这个发行量特别少，这是新疆发行的。它这个龙鳞别看不怎么样，但是虽然说没给分 ，VF97，但是它这个状态还是不错的。祥银1两这几个字，你看全身打，背面带包浆，不然的话也会给分了。就这一块的话，能卖个15000左右。这个管值15000。对。那另外2个呢？这个我刚才看了一下，你这个也不是普通的大头，三角院这个地方是空心野，这就是典型的竹节花。这个竹节花漂亮，AU 58分带钻光，就像这个竹节花啊，在大头里边也算是一个小名誉品，状态又那么好，就这一块能给到4、5千块钱。你说这2块都管值2万了。对。那另外那一个呢？另外这一个就差点劲了，这个是云南的新龙半圆龙，但是你这个也不是普通的半圆龙，你看这上面带2回珠，入的是皮壳，虽然说有分，但是状态其实也不错。就这样跟你说吧，就这一块的话，能给个1800块钱吧。这下来管卖3块，要是卖了，管卖2万1。对，2万1左右。那弄到多少了吧？我叫这3块卖了吧，我也不留了。我跟你说实话了。就是因为我家俺爸的音源都卖完了，最近我没有钱花，然后呢，我借俺朋友2万块钱，这几天天天撵着我要钱，我实在没办法了。卖了吧。那你这给恁弟咋交代了？你不是给恁弟留一块便宜的了吗？便宜的也别留了啊！你看2万块钱还账啊！另外，你像我这恁大了啊，是不是兜里再装个1000、几百块钱啊？对不对？哎呀，做人啊，兄弟不能这样，你这太贪得无厌了。你叫人弟弟知道了，这不太合适。没办法，老板。你这东西我要不了，我这要不了。你再找其他人看看，我感觉要不了。你看你这弄的，那么要不了。俺弟今天威胁我了如果不把房子卖了，给他偷钱他准备给我断亲了呀赶紧看看这啥音乐，一个能值几十万吗？卖房子，恁弟都给你断亲，看来恁弟很强势啊。我看看啥样的音乐，一个能值几十万。当初就是因为这3块音乐惹的祸自从10年前我结婚俺爸妈给我陪送这3块音乐一直惹得俺弟弟给我借钱。值不值几十万？哎呀，我看你这3块音乐啊，这全是龙样，但是都比较常见。好在你这个音源上面没有戳记，大清前板，带成薄包浆，加沉，这个龙鳞还可以，味道还行，北洋长尾，这3块音源都比较常见啊，这一个值不了几十万啊。我当时都找专家看了，说是3块能值100多万。
我老公知道之后，直接把他们锁进了保险柜。这几年也一直在单位上班，就准备放着这3块银元养老嘞。但是我弟弟这10年来，一直对我这3块银元有成见，陆陆续续从我手里借走不下60万。60万？对呀，乖，那不少。这几天啊，他好像准备去做其他生意嘞。急需50万，说让我先把房子卖了，一定要帮他筹齐这个钱。我的钱都借给他了，现在手里已经没有钱了。那是的，只能硬着头皮先把这3块银元变现。卖房子的话，我们就无家可归了。确实都是这3块银元惹了祸，不然你也不会在10年的时间啊，陆陆续续借给弟弟60万。我想问一下啊，借给恁弟弟钱的时候啊，恁老公知晓吗？他一直不知道。都是我一笔一笔从银行里面取出来钱给俺弟弟的。我老公不知道，但是这3块银元值100多万，他是知道的。说白了啊，都是一个贪念惹的祸。说实话，你找的那个专家是伪专家，把这3块普通的银元光给你说成100多万，这是他们的套路。他们的目的啊，就是想让你拿着他这个银元啊，然后去找他们，然后再从中套取你的钱。没想到你们却当真了。我简单的跟你说一下这3块银元，这3块是2块中央龙，1块升龙。先说你这个升龙，江南甲辰，这个数量它这个发行量比较大。你这个虽然说没有戳记，但是壁面流通痕迹也有，龙鳞的话还可以，这一块我能给你估到2000左右吧。不可能那么便宜，老板，你是不是看错了？请你帮我仔细看看，这涉及到我们的婚姻大事，我怕我老公知道我借出去那么多钱，不怨我的意义。确实你现在遇到一个棘手事，无论是不是恁亲弟弟，一下子借出60万啊，让谁也承受不了。这个确实2000了啊。再给你看一下这个北洋，北洋的话这一块是属于长尾，龙鳞状态还不错，龙面是没啥问题，刺面的话就是稍微有一点小滑，也是属于正常。大概这一块和这个甲辰差不多，也是2000左右。这个也是2000吗？对。那错的太多了。那确实。你给我看那一块。另外一块稍微贵一点，因为这个大青啊是龙阳3000克里边的，这个你这个还是个前板，前板相对比着深板还少一点，但是你这个状态啊，也有流通痕迹啊。壁面虽然说带一层淡彩包浆，我给你估计的话，现在市场价在4000到5000左右，等于说是你这3块银元加一块，现在还不到1万块钱了。这专家给我估的可是100多万啊！对呀，所以说和你那个100多万相差甚远。你这3块银元大概价值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你说了100多万也卖不了。但是你这个事儿啊，确实已经发生了。那借的钱虽然说是恁弟弟，但是这个60万，你回去跟恁老公看咋协商一下。这能打个漏洞，俺老公肯定不怨我的意义。那你没办法，回去协商吧，面对事实。好，谢谢老板，这也没办法了。老板，你赶紧给我看看这块银元值不值500块钱啊？俺闺蜜啊，借了500块钱都大半年了。今天我听她要钱嘞，结果她给了我一块破银元。说实话，你这个银元远远不值500块钱，看来你是对银元不懂啊。这是一块平底入盒的 MS63的大青圈山，这状态，这底板非常漂亮，壁面压力十足，我看啊还有脊柱纹，尤其是龙面这一块，花枝清晰，龙鳞比较完整。拿这个给你抵500块钱啊，足以说明这个银元啊不是恁闺蜜的。可被你说着了，这是她拿着她老公来。你说这人嘛，越有钱嘛，他越节省。我这个闺蜜嘛，据我所知啊，她这个家产啊不像千万。为了让别人知道她家没有钱，她总是给别人借钱花。这个怎么说呢？越有钱越节省是好事，总比天天大手大脚花钱强。反正给你借的也不多，身家上千万才给你借500，你怕啥？况且啊，人家还给你一块品相这么好的大青圈山，你知道价值之后啊，偷着笑还来不及嘞。我快偷着笑了。500块钱确实不多，但是也是我辛苦挣回来的。那是。上次借我2000，给了我一条金项链。我以为我赚大便宜了嘞。结果去金店一鉴定，原来是一条 K 金项链。最后啊，勉强回本。K 金含金量确实不高，18K 的含金量才75%。你按金价算的话，1000块钱的金价只值750。但是 K 金啊，主要讲究一个工艺，就是你买的时候工艺贵。
比什么租金款式漂亮，反正是戴上不俗。说实话啊，你卖了太亏了，就像你这个银元一样，收藏价值远远高于它的银价。我一个女人家，我又不玩这些东西。那是的。他当时拿给我的时候啊，说那500块钱不返给我了，说拿这个银元给我抵了。我一看，当时就很生气。碍于面子，我也没说什么。你说就这一点点银子，怎么能可能值500块钱呢？我跟你说实话吧，你现在拿500块钱，你别说买这种龙样了，你就是买最便宜的小头，买回来也是带伤带戳的。说实话，以前银元啊是按银价算的，现在你按银价算，那都是不懂行的人啊才这样操作。反正我们俩都不懂，我就关心他能值多少钱。反正他说了，无论亏赚都是我的了，能给我帮忙看一下吗？无论都怎么说啊，你这个闺蜜什么都不懂，你500块钱赔也赔不到哪去。像这种大型宣传，总共是3个班：深班、浅班、带点班。总体上带点是最少，我们见的最多的就是深班和浅班。但是未流通的状态，我们平时并不常见。给分能挂着 MS 以上啊，就说明他这个状态非常好。首先，你这个是深班，你看尾巴已经出匀，正面银子这里横折这个也有点出头。它的这个边齿啊为宽齿，因为平底了，这暂时也看不到。照中看笔直，大轻看花枝，它这个花枝啊是整个银元的关键，花枝高展，龙鳞啊更是粒粒可数，而且你这个还带底光，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字面的话，说实话也是非常漂亮。反正是看不出任何毛病，可以用完美来形容。而且壁面你看越来一些脊柱纹，过去这种脊柱纹啊就是压力够大产生出来的，属于锦上添花吧。就从你目前这个状态，我能给到你3万以内，2万8吧。2万8？对。老板，你没有看错吧？没有，这可是我500块钱抵账回来了呀！这我闺蜜她傻了吗？拿2、3万的东西给我抵500块钱。恁闺蜜没有傻，她这是完全不懂他们的价值，就像上一次拿 K 金项链一样，家里边可能是太有钱了，她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多少钱买来，这都太正常了。有可能你分析的有道理我这拿回去啊，过1年半载的话，如果他不提这1元的事到时候我再拿出来给卖给你。作为闺蜜，作为朋友啊，你这样做是福不妥。他也就是借你500块钱，你直接把钱给他要回来不就行了吗？至于这块大清，你还还给他，毕竟这不是几百块钱的东西，几万了呀。你说的倒轻巧，到嘴里时候谁会吐出来？今天一个好朋友啊，在高速上碰着人了，刚才给我发信息说急用2块钱，赶紧把这块北洋龙变现。高速上出事啊，一般都不是啥小事儿，这个给你借钱啊，还得要谨慎。来，我看看啥的，你看。哎，你说的对，在高速上给别人追尾了，被几个人围起来，必须得给他2万块钱才放行。你赶紧给我变现吧。你先别着急，凡事都不要慌。一般追尾啊，都有保险公司在处理这些事儿。我看你这个银元状态不错啊 ，MS63的极品北洋龙，里面带光。一般像这种品相啊，特别少见，尤其是它这个龙鳞，真漂亮，正儿八经的高额头满龙鳞，而且壁面也是属于全身大。说实话，这么好品相的银元啊，卖了太可惜了，一点都不可惜。我朋友这是真遇到事了。虽然2、3年没联系了，当然这朋友有难，我不能袖手旁观。你仔细想想，追了别人的尾了，又被几个人围起来，一个人在外地人生地不熟的，你说我不帮他谁帮他呀？刚才我手机里面就200块钱，我都直接给他转过去了。你想想他200块钱都缺，你说他现在处境得多难吧？你先别激动，我感觉你现在啊比你朋友还着急了。尤其是这种大额借钱的事啊，你最好开视频确认一下是不是本人在转账。我们都是信息聊天，我刚才给他开视频，他一直都没接，一直催着我赶紧凑钱，我也是马不停蹄的，不敢耽误他的事啊，手里面没有现金，所以就拿这个银元变现了。一般像这种设身处地的为朋友着想啊，站在朋友的立场没毛病。说实话，你现在经历的事啊，我多年前都经历过。一个多年未联系的朋友，忽然有一天给你打电话说来借钱，遇到的事啊和你这个是一模一样，就是在高速上追别人围了，被好几个人围着不让走，说借了也不多，1万2万都行，这种套路啊如出一辙。你这不是逗我了吗？我这气得马上都要出事了。你这还给我在这开玩笑。我没有给你是何居心吧？没给你开任何玩笑，就追尾这一点就值得让人怀疑。你如果有车的话，追别人围就这一件事，你就交给保险公司就行了，压根儿不存在别人围殴你，更不存在掏钱赔别人钱。
你是没在现场，你也不知道咋回事，你赶紧给我看看，能给我多少钱吧？行，我给你估一下价也无所谓。先来说一下这种高分贝，第一个比较少见，我们玩音乐啊，玩的就是它这个稀少度，物以稀为贵嘛。第二个就是它这个品相状态比较好。说实话，中部的盒子给分能够达到63分，这说明这块北洋龙啊没有流通过。你的这个是34年的长尾龙，长尾龙在北洋龙里边发音量还是很大的。而您的这个啊，首先没有任何注缺，龙鳞状态是一顶一的，高额头特别显现，字口呢前后都是属于全身大，壁面而且还带光，带来而且还是转光，状态确实是不错。很多人遇到这种品相的音乐啊，买还来不及嘞，而你要变现，我看你这没状态的话，今天我能给到你15000的样子。15000给你吧。正好我再找其他人借点钱，2万的现金我还是得凑齐嘞。话不多说，你赶快给我变现吧。哎呀，兄弟，我今天是真没办法给你变现，原因有几点啊。第一个，追尾永远都是保险公司去处理这个事儿。第二个，多年未联系的朋友啊，你看你也不给他开视频，你不确认真实性，这个有待质疑。而且啊，你拿这么好的音源变现，对吧？你这以后再后悔，哎，你再想买，可能都买不来了。你到底卖不？弄不着这，我给你变不了现，你再等等，说不定会有转机。好。把我激动的这2天我都没睡着觉了。这块马蹄金呢，终于是我的了。哎呀，你先不要激动哈，你这确实像是一块马蹄金。我看这东西，这壁面这都褪色了，这东西搁哪来嘞？这是我朋友借我2万块钱，前年嘞抵押给我的。我看，我看他的钱嘞还还不上我了，我就把这个拿出来准备卖了。我听明白了，恁朋友借着你2万块钱，当时拿这个马蹄金给你做了抵押，说如果这个钱还不上，这个马蹄金就是你的了。但是有一句话好像语理不通啊，2万块钱也不多，像这么大个的马蹄金卖的话啊，你就按现在的黄金价钱算，这10万块钱轻轻松松是有了吧？那他为什么不卖了马蹄金再还你2万块钱嘞？你说的也是，这么简单的道理，我朋友他想不通。说实话，他脑子不够用。脑子不够用，这也算是天呀，这一下子让我捡个大漏。捡不捡大漏咱也不说，就恁朋友之间，你就应该相互帮衬，不应该相互忽悠。咱就说句不好听了啊，如果说你这个马蹄金是假嘞，那你那2万块钱岂不是打水漂了吗？假倒不可能是假啊！我这个朋友他祖上过去是大地主他从小家庭条件都非常好。从前呢没钱，那时候呢都是卖银元。卖银元。以前我看，我就30块钱一块买他几块。我到我手里嘞，我都赚了几百块。要不是上一次他急用钱呢，我也不会把这个马蹄金抵押给我。祖上是大地主啊，只能说明他家庭过去条件非常好。30块钱买过他几块银元啊，你从中倒腾挣点钱，也只能说明他给过你利益甜头，和这个马蹄金完全没任何关系啊！我想问一下，你这捡大漏了，那你感觉你这能挣多少钱？挣多少钱？我的想法也不高2万块钱差不多借走5年了。这1年干2000的利息，5年能就在3万。对，剩下来的就当是投资抱着吧。你说了就像吃面豆一样，挣钱哪有那容易？我给你简单的说一下这个马蹄金啊，正儿八经的马蹄金是从汉代那个时候开始的，它的造型啊不像你这个马蹄金，它就像马蹄子一样，中间呢是空的，比你这个个大，它那个形状很逼真，外观就像一个马蹄子，下边呢通常也有字，一般都是上或者下，而你这个也带字儿，是中。你这个器型是实心的，看造型的话，应该是民国那个时候的仿制。就这么跟你说吧，无论是哪个朝代的东西，它这个收藏价值啊，要高于黄金的价值。你说的很对。我想卖10万块钱，你看行不行？10万块钱你要的确实不高。一般这么大个的马蹄金啊，它的重量差不多在10两左右。因为过去1两是30多克，10两就300多克。你看现在的金价1颗450左右，那算下来也得有13、14万了。
那照你这样说的话，那你给20万吗？像我这么爽快的客户，你不多见啊。如果这个马蹄金挂着民国以上的话，你确实要的不高，毕竟现在的黄金价格在那放着了。但是很遗憾，你这个马蹄金啊，成色、重量都不行。刚才你给我的时候，我就说这壁面你看生锈了。你说真正的黄金哪有会生锈的？而且重量也不对，黄金它应该沉甸甸的，而你这个轻飘飘的，说实话，重量不达标，我看它都是个假的。哟。老板，你可别吓我！我这个朋友现在失联了，我还以为我捡个大漏的。你看能不能给我多少钱？假的不值钱，你想想，它不是黄金，谁要它干啥？你这是没漏可捡，反被别人忽悠了。那我该咋办呢？你看看我这倒霉的事都叫我遇到了。咋办？东西还收好，以后那这个朋友再找到了，把钱给他要过来都齐了。亏死了啊！那你没办法。叔叔，俺同学送给我一根黄金香蕉，你看这是不是金的？能值多少钱？我想问一下小朋友，你这上几年级了呀？3年级。3年级的话，应该多少懂一点事儿了，绝对不会拿家里的黄金啊随便送人的。你这个造型的话，确实是一根香蕉，这我拖着重量啊，这不像黄金，因为黄金的密度比较重，一般真像那么大个的话啊。差不多得有几斤重的，我看你这个也不像黄金，所以也卖不上什么钱。叔叔，您可看好了，这香蕉我经常吃，这颜色我也没见过。说实话，今天我也是第一次见这种颜色的香蕉，我可以确定的，它不是黄金，外面这更像是刷了一层漆，从造型上看就是一根香蕉。你同学送给你的时候，他是咋说的？是让你玩的还是让你吃的？他说这个东西是从哪里弄的呀？这香蕉是他家供台上的，他趁他奶奶不注意，直接拿起来。他说我们俩是好哥们儿，这是我分给你吃。哦，你们俩是好哥们儿，拿给你吃的，这说明你们俩感情好。一般感情不好的话，别说给你吃的，有时候就懒得搭理你。我跟你说一下什么是供台。一般家里有信仰的老人，在家里面都会摆个供台。如果有什么好吃的话，首先把它们摆到那个供台上。而你拿的这根香蕉啊，就是供台上的贡品。我拿回家，我妈说这是黄金嘞，黄金值钱，必然返给人家。哦，你妈说的很对，无论是不是黄金啊，咱都不能随便要人家的东西。如果这个香蕉真是黄金的话，这都是几十万上百万的东西了。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万一搁路上给人家弄丢了，那爸爸妈妈还得拿真金白银，拿那个白花花的钞票，赔给人家。照你这样说的话，我不要了，这香蕉先放在你这，叫我同学拿走。哦，你先不要害怕，我刚才只是给你打了一个比方，说如果香蕉是金的啊，给人家弄丢了才赔人家钱，你放我这里不行，你同学我也不认识，况且这根香蕉啊，它也不是金的，这有很多疑点。第一个，它这个比重不对；第二个，你看外面刷的漆，吃肯定是没法吃了。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还带到那个学校。还还给你同学。你明明说这很值钱，是黄金，怎么又不值钱了？这好好的香蕉为什么刷漆嘞？你问这个问题可算是问着人了。基本上家里摆贡品呢，都有一种说法，通常都是摆一些稍微值钱的。过去案台上喜欢放一些鎏金，就是显得好看又有排面。而现代的这个供台上，你摆一些真金白银上去啊，很容易被人家惦记。被人偷走，天天还得操他的心，所以后来都摆一些仿真的。而你同学的这个香蕉啊，就是外面刷了一层金漆，我想大概就是这个目的。你能不能听懂啊？我没听懂，我现在该咋办啊？是返给他还是咋弄啊？哎呀，没听懂没关系，这个香蕉不管是不是真的啊，你都还还给你同学。你这样告诉他。你说感谢他的一番好意，说无功不受禄，把香蕉还还给他奶奶，拿回家，还放到那个供台上，这黄澄澄的，对吧？挺好看的，吃了也挺可惜的，你直接还给他就行了，好吧？好吧，谢谢叔叔。
这手里确实没钱，今天低声下气给俺妈要2块银元，想变点钱，你可别笑话我。男人最能理解男人，卖银元换钱花太正常了，没有人笑话你。来，我看看你啥人。不笑话就行啊。俺妈给我2块银元，也不知道值不值1000块钱啊。越没钱事儿越多，明天还有俩朋友等着办事随礼的。先给你吃个定心丸。首先，银元真假是没啥问题。你这2块银元啊，1000块钱确定是买不到。虽说2块都是冤大头，但是你的这个包浆啊，确实漂亮。这个壁面是属于酱菜味道。你看它这个原像带发丝，这是一块欧斑。它这个欧斑暗记啊，也是特别明显。就这俩银元啊，你就是再来几场随礼的事儿，也根本花不完啊。跟你说句实话吧，这人越没钱，家里事越多。尤其是俺这个同学，他太不懂事了。他得了个孙子，让我去随礼。我感觉他儿子结婚，他爸爸过寿，这邀请我都属于正常。你给我评评理，你说这个我应该去吗？你这是属于礼尚往来，究竟该何去何从啊？我感觉还得你自己去做决定。说实话，现在很多人办这宴办那宴，这都是宴席为幌，收红包啊才是真正的目的。现在这些五花八门的宴席啊，确实让人很反感，尤其是家里边没收入了，尽量能规避就规避吧。我个人感觉红白喜事可以参加。对。其他的都是现在攀比。对。我现在是心也没劲儿了。你刚才说的这俩银元能卖1000多，这难道现在黄金涨价了，这银元也涨价了吗？你说的这个银元价格啊，其实和银子价格没任何关系。最近一段时间黄金确实是在涨，银子价格一克涨了也有快8钱。但是银元虽说它的含银量有90%，但是它又不是看银价的。银子涨跌和银元价格没啥关系，因为银元啊它是不可再生的，价格完全看版和这个品相来做决定。我以为银子涨价了，那银元也能多卖点钱嘞。这是给我这普通老百姓。但是我也哪知道这一点嘞。你不知道没关系，我来给你简单的讲一讲。你这2块同样是冤大头，价格区别其实还是很大的。先说你这个带酱菜的欧斑。欧斑大头啊，其实和普通大头区别就是它的这个发丝，它这个发丝啊，在3年里边就像酒精的发丝一样，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还有甲褐，这个地方呢，欧字暗记，也是特别明显。欧斑因为这个欧字暗记啊出名，而且你这个壁面是酱菜包浆，包括条花以及其他的暗记特征啊，看着不是太明显。而你这个欧斑好就好在它这个包浆上，纯正的百年酱菜包浆，味道两面十足，比这个普通的品相欧斑啊贵在它这个包浆上。目前凭借你这个银元的状态啊，能够给到你3600。乖乖嘞，这一块银元3600的话，那2块下来大几千了。老板，你这价给的可以啊，我比较满意。你也不要激动，刚才就跟你说了，这2块银元同样是大头，但是价格区别很大。你的这一块10年，很明显这个味道就不如这个欧斑了。10年大头啊，是大头里边普通的年份，虽然说壁面无伤无戳，但是它没有斑可言。就凭目前的这个状态的话，大概也就给你1000块钱。1000到1000，反正我感觉你比较实在，你给的价钱我比较满意。下次我还得过去给俺妈要俩，这一下子比我上班挣的都多。确实你的运气不错。一般我们个人家里边的银元啊，都是普通的多，而你啊，你看拿过来2块，竟然里边有一块带斑了，不但品相状态好，价格你也能接受。这说实话，这就2全其美了。谢谢你老板啥都不说了啊。没事，我给你算上啊。下地一收花的时候，1个月发现一个老鼠洞，从老鼠洞那挖出来半亩花生，有地能挖出来个这家伙你看能顶多少钱？你给我看一看这个搁地里发现老鼠洞挖出来花生正常，但是挖出来一块银元就是稀罕事了。况且你这个银元还不是一般的银元，它是广东大名鼎鼎的72翻版。这个虽说带包浆，但是这个包浆看上去啊怪怪的。这么跟你说吧，你这个银元如果是对的话，200-300万是有的。咦，怪怪，你说这一个银元快顶200-300万，这人才知道。这个我赚大发了，你知道吗？那是。我实话告诉你嘛，我这个银元那是800块钱买回来的。没想到我赚到那哪的利润。大爷你也别着急算利润了，你这前后说了我没听明白。这一会儿说的在老鼠洞里面挖出来的。
这一会儿又给800块钱买回来了，你这个银元到底搁哪弄来？我就是800块钱买回来。哦。买的时候啊，还是一个老农民的那一天。老农民我路过的时候，那个老农民他弟弟正跑花生，突然间他发现一个老农从我正在看他那热闹，突发现他们老农兜出来半包花生，又另外兜出来这个银元。跟你说实话了，我都这样的。原来你看热闹，看别人挖老鼠洞，顺便把银元给别人买回来了。我很好奇啊，这个花生肯定是老鼠衔到洞里边了，但是这个银元它要是搁哪衔过来了嘞？况且我仔细看了又看，你这个银元背面很干净，就没有老鼠衔过的痕迹啊。那你说这话，咱俩知道的跟你说一般多。我感觉啊，这反正是个稀罕事感觉很好奇。所以说呢，我一直说给他买回来了。只要不亏本都不亏钱。就冲你这句话，我给你算笔账。我跟你说一下，现在的银价大概都5块多钱一颗，而一块银元的重量27克。我先来听一听它这个银元的含银量，大概也都70%左右。就按4块钱一颗来估的话，你这个银元也都100块钱吧？你别跟我开玩笑了。银元和按银子的价钱算，那这里说实话吧，这里规矩我懂，我也知道，你也别忽悠我，跟你说实话了吧。你说的很对，我也不忽悠你。银元确实不会按这个银价来买卖，况且我刚才说了，你这个银元啊，也不是一般的银元，这个是广东72番班。你说实话，现在我们常见的广东龙，它是它的前身。它这个班啊，当初在设计的时候有问题，我手里边也没广东龙，也没法给你做对比。就是它这个库屏7002分，广东省造和正面这一圈英文正好一反，把他们的设计反过来之后，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广东龙。当时这个班只是试铸，并没有发行，市面上根本就看不到他们的存在。即使有啊，也是在过去有实力的厂家手里边。你想想，大几百万的东西，咋可能在老鼠洞里边？你说归说，这可我亲眼看到了呀。难道还有假的吗？你都我告诉我，他到底是顶多钱现在？亲眼所见归所见，但是我看你这个银元不对，原因有3。第一个，做工啊，这一看就是现代的工艺，各方面压力达不到。第二个，包浆很奇怪，咋看咋像新的。第三个，像这种大针啊，出现在老鼠洞里边，这极其不符合现实。你给我说话，好像给我讲啥给我讲道理一样。是的，我就想知道，现在他到底管顶几个数？你别生气，这个鉴定银元啊，得给你把这个来龙去脉给你讲清楚。像你这个真银假币啊，现在也都是100多块钱的样子吧？100多块钱。要不是100多万，我绝对不会卖给你。你拿过来吧，你别乱了，我回去。你再找其他人看看。我都再也不能乱借钱了，以后说的天花乱坠，就是给我跪那磕头也不能借了。要了不下100次了，就还给我这俩破银元。这个钱啊，确实不能乱借，借给那些不靠谱的人啊，确实不好要。来，我看看啥的银元。3年前借给俺朋友27000块钱，当时跟我说好的3个月就还给我，结果我给他要了整3年，去他家不下100次。给你说定不好听的话，你这要账要了整3年，今天要过来这俩银元，算你运气好。我看你这银元这都不是一般的银元，无论皮革分值高低吧，这好歹一块29和33的北洋龙，整体状态不错，这都是原汁原味的状态。给你吃个定心丸，这俩银元啊，真假是没啥问题。不假就行。管我这3年的要债路总结出来一句话：欠钱的现在都是爷。对。当时给我借钱的时候，那胸脯拍的是当当响。钱我借给他了，忙我也帮了，结果他用完钱办完事儿，就是不讲还我钱的事儿。那是有钱买新款手机，有钱换车，就是没钱给我。要债我要的是千辛万苦。你说的我能理解，现在欠钱的都是爷。别人经常开玩笑说啊，钱和朋友比还是钱重要。你不乱借钱，大不了就损失一个朋友。你把钱借出去啊，有可能钱和朋友都没了。就像你这朋友啊，他有钱买新手机，有钱换车，他都是恬不知耻的不给你。你说你不是干着急没办法吗？因为他不懂得感恩啊。可被你说着了，我整去他家不下100次。刚开始去还热情的招待我，最后去连理都不理我了。
反正每次就是一句话，暂时是没钱，有钱了肯定给我。要不是这是他儿子儿媳订婚，被我堵酒店里了，估计这俩银元也不会给我。你说我都遇见的是啥人？就这我回去之后啊，俺老公还把我吵一顿，说这俩银元能值几个钱？万一再不值钱了，再把他得罪了，以后要账就更难要了。听你说这些话，你看都把那借钱的难为成啥样了哈。不过话又说回来，你这次趁他办事去堵他，是堵对了。这俩银元都不会便宜了。先说这个29年的北洋吧，第一比常见的34年少，第二入皮壳给分了，所以价格还是可观的，能给35分啊，足以说明它这个整体品相还是有的。你看壁面包浆，味道非常好。我细看一下，你这个还是个极厚点儿，极厚点儿比29年的量又少一些。龙鳞也算是流通品相，字口的话还算完整。从你这个状态，轻轻松松能卖个1万8块钱吧。1万也是钱呀，赚你1分不给抢。那是嘞。说实话，这次借钱我是伤透了心。能卖多少钱我都觉得有成绩。看看另外一块咋样？要账就是这样，要过来一些少一些，白跑100趟，1分钱没要过来，足以说明你这个朋友你真不知道感恩。另一个是少见的33年双卷，这个33年北洋和25年在一个档次，最主要是它这个存世量少。而你这个状态确实不错，你看给分35分，明显是低评了。你看这字口，包括它这龙鳞，可以说是全龙鳞了。它这字口我看是全身打，45分的壁面也不过如此，整体壁面完全没啥毛病，正宗的传世状态确实不错。个人感觉啊，值个1万5左右。那听你这样说的话，差不多价格接近我的2万7了。对。听完你估价之后啊，我真的是长舒一口气这可是他孩子的定亲信物，他不给我现金，我就直接给他卖了。你先不要卖，因为这些银元可能他们后续还有用。反正东西在你手里边了，一时半会儿他也不会蒸发，相当于主动权在你手里，以后他有钱拿回来还回去他就行了。以后再也不会借给别人钱了。说的再好听，就是不借。老板，我劝你啊，也不要借给别人钱。我这精力都在这摆着嘞。你说的对，钱确实不能乱借，尤其是不靠谱的，坚决不能借给他。银元给你也收好，盒子比较脆，千万别给他摔住了。好，谢谢老板。不客气，不客气。碰见这样的抠门的亲戚，越想越生气。咋来？好心借着他20万块钱，叫他用2年。没想到他给我两块这个烂银元。大爷，你也消消气儿，能一下子借给他20万了，肯定也不是一般的亲戚。我看给你这俩银元还都不错，入的都是 PCGS 的盒子，而且2块你看都带分 ，XF40的北洋短尾，另外一个是35分的大清玄伞。我看你们这里边绝对有误解，这个亲戚给他们的时候，难道没告诉你能值多少钱吗？他说的是可好听，他说谢谢，谢谢我借着的钱啊，那说的可好听，他也没有说多少钱，他说了，给你钱太熟悉了，给你2块银元，明年都是龙年。他说的没毛病啊，是真心谢谢你借他20万，明年确实是龙年，无论结婚还是生宝宝，现在都流行送这个，况且俩银元品相状态还都不错。在任何场合都掉不了底。我说句不好听的呀，现在你出去借钱可不容易了，别说是20万，如果人品不行的话，2万都没人借给你。那你可说实话了这现在借钱真是可难。对我没想到我这个亲戚借着他钱，他不给我弄那的钱，他又给我这2块破银元。其实这俩银元就相当于是利息了。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你这个亲戚还算靠谱，虽说用的时间不长，2年，人家也好歹按时还款了。你要是遇到那些不靠谱的呀，别说给你利息了，本金有时候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你看给你这俩银元多喜欢人，这好歹也能卖个好价钱。你也别说了反正我也是看不上这俩银元。我小时候年轻的时候，我经常拿着去加工首饰，打镯子，打戒指，反正别讲咋说，这个银到啥时候它都不会值钱。哎呀，你说的很对，现在银子确实是不值钱，再放几十年还是不贵。但是银元可不是银子，虽说它是银子做的，大家都明白了一个道理，你现在想按银价去买银元，没有人卖给你。
先拿这个北洋短尾来说吧，你看原汁原味的状态，B面属于全身的，虽说只给了 XF40分，但是我感觉这个状态45分都不为过，因为短尾啊比长尾要少很多，所以现在好状态了也是一币难求。你感觉它不值钱，因为你不懂，就这一块轻轻松松卖个13000没啥问题。那你照你这样能说，这一个都卖1万多了，两个都2、3万了。对啊。那你照你这样说，你可别忽悠我。你看你说的话吧，你好心好意借给那亲戚钱，只要是稍微有点良心的，他也不会亏待你。另外一块是 VF35的大清玄3，它这个档次要比北洋高一些，和北洋都是属于龙阳3剑客，而你这个是深版，你看尾巴都出匀了，底板也是属于原汁原味的状态，花枝高展，龙鳞几乎没磨。B面带一层淡黄彩的包浆，状态还是不错的。目前来看的话，这一块能卖个1万大几的市场价。那你这说可说能的了，这他干那来大生意，我心里想着他不能不连个规矩他都不懂啊。那确实里边产生了误会，归根结底啊，还是你对银元不懂。话又说回来，你这个亲戚啊，办事还真有一套。说实话，你20万存银行，2年的利息也没那么高。他不吭不哈的给你2、3万价值的银元，确实也是一个实在人。那你今个也幸亏碰见你啊！我差一点我没有叫这砸了砸了我气的我想加工一点银子多点。哎呀，你确实差一点把3万的银元变成300，这幸亏是多了一个心眼问问我，不然真的呀就后悔来不及了。啥都不说了，银元好好的保留着，以后急需用钱的时候，可以随时拿出来变现。好。我爸妈离家出走30来年了，昨天回家给俺大白去要这个祖传的银元去了，没想到就给了我1块，你看能不能卖2万？银元咋可能2万1块呢？咱们家传的银元啊，都是常见的。来，我看看你们啥银元。这如果卖不了2万的话，他们都得给我赔钱啊。你算算这30年前那些银元，我爸说就值个12800的，你说这要是放到银行吃利息，他也得有2万了吧？他这个账啊，不是这样算的。30年前，你像这样的银元特别便宜，给您的这是一块9年的冤大头。首先，这个真假啊是没啥问题，品相、状态各方面都不错。这B面看上去还都是挺干净的。看了一下，你这个没啥斑，普通的一块9年大头而已，确实卖不了你想望的那个2万。不对吧？你看我拿过来一块银元，专家都说这之前的银元都是卖几十万的东西。几十万，你拿过来的是入皮盒的北洋龙 XF92，没分也没啥斑，这谁告诉你能值几十万？这都是很常见的银元啊。这先说常见不常见？俺爸妈出走这30年了，还没走之前就清楚的记得家里有几十块银元，俺大白硬要着说都分了2块，他那一块只卖了200块钱，这一块是给俺爸的，我感觉他那一块肯定卖几十万。哎呀，先不说多少钱，你连恁大白卖了啥样的银元都不知道，何来了几十万？几十万纯粹啊是你们的猜测。其实像这种银元啊，之前卖的早，确实也就是100-200块钱。再说我们个人家里边啊，哪有几十万的银元？你这说话也是没根据。你没见过，你哪知道不能卖几十万的银元呢？再说了，如果真是上万的银元，在他那儿放30年，你说耽误我多少事儿吧？哎呀，你这账算的确实没毛病。我给你细算一下啊，如果1万块钱存银行存30年的话，差不多连本带息也得有3万左右了。3万块钱，如果你投资某个生意的话，如果运气不错的话，怎么着也得翻几番。这具体多少钱啊，还得你自己来算。你要这样说吧，才算说了一句公道话啊。无论怎么着吧，今天来找你了，你还是给我看看这俩最近能卖多少钱吧。哎呀，你这话说了，好像我刚才说的都不是实话似的。先来看你这个罗比9年吧，这个袁大头里边啊，最贵的是8年，8年之后，九景是大头里边做工最漂亮的。九景和普通的9年啊，根本的区别就是甲贺从左边从上往下看，第2片麦芒为闭芒，而你那是开芒。而原相这个地方，你看一下它的发丝，基本上看不出来有头发。所以你这个是典型的9种，好就好在这个品相状态还不错，传世包浆，好味道。现在大概行情也就1800块钱吧。我大白他肯定知道价格，不然的话他不会把那几十万的银元卖了。你实话实说告诉我，我媳妇儿这块带盒的银元值不值几十万？
原来这个银元是恁媳妇儿的，哎，你不知道价格也太正常了。跟你实话实说，这个北洋龙啊，确实比较常见，入的是皮盒，已经给你定型，没给分，是 XF92。状态来看的话，龙鳞还不错，高额头，刺口也没啥毛病，老包浆，老味道。就这一块，我给你初步估算的话，也就4000来块钱吧。不可能，我都找专家咨询了啊，人家给估价几十万了，到你这儿才几千块钱，这绝对不可能。哎，我错那么多价钱，我跟你说句实话啊，网上估价那都是有套路的，把几千块钱的东西给你说到几十万，首先啊，成功吸引你的好奇心，让你感觉他们说啥就是啥，然后呢，再通过你想要几十万的心理啊，以此给你要各种费用，拍卖费啊，各种保管费啊，反正各种费用。所以当你花钱啊超过你银元本身价钱的时候，几十万没有，对你却损失几千，这就是他们的套路。我呀，还是得去大城市找专家。年龄越大越老越有经验，你们太年轻，太不靠谱了。那行，那你去找专家，找专家。不，啥也不是。好。俺老公在银行存40万啊，每月靠1000块钱利息躺平了。富有了我5年啊。原来这5年前都买成了这银元了啊。你这个给我看，这不是2000块钱这一块？5年前买40万的银元，可以肯定一点的，不会赔钱，因为5年前那个银元都便宜。而你拿过来的这个是江南人银 PCGS 的盒子，而且还是高分，AU50，实物状态属于原汁原味微下水，字口深大，味道好啊。说实话，2000块钱可能也就买个伤痕累累的人银，这高分你绝对买不到啊。不管买到买不到吧，我就想问问你们男人，这40万块钱存银行的1个月1000块钱利息不香吗？还竟然瞒着我买点乱七八糟的东西。哎呀，我说句实话，你别生气啊。40万你存银行，咱先不说1个月能不能拿到1000块钱的利息，你就是1个月拿到1000块钱的利息，你说现在能干啥？你要是放20年前的时候，工资低，1个月1000块钱确实够花。现在你别说你躺平了，你这说出去啊，能让人笑掉大牙。你别在这说话不腰疼了。我都跟你说实话吧。就现在的年轻人啊，你说能一把拿出40万有吗？有多少？我的意思是，挣40万不容易，能一下子存40万更不容易。哎呀，你说这话我确实不抬杠。现在很多年轻人大部分都是月光，你别说存钱了，存40万确实是不多。你这和年轻人比肯定有优势啊。如果和同龄人比的话，这40万存款这是小巫见大巫了。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我不是说和别人比，我的意思是40万存银行，1个月稳收1000块钱的利息，这不是稳赚不赔吗？那确实是这样，每个月有固定的利息是好事，但是如果一味的把钱放到银行了，光吃这1000块钱的利息，也没法躺平啊。说真的，还不如恁老公把他们买成银元了，最起码你不会亏钱。好了吧。昨天我问他要这今年的本金呢。他嘴硬了很啊，说要钱没有，一直只有这几十块银元。我二话不说就给他夺过来一块。俺邻居看了看，说也就是2000块钱的样子。当时把我气得差点吐血。说值2000块钱，你这个邻居的话确实不可信。他不是来劝架来，就他搁这乱说话，没事也能找出来事儿。我跟你实话实说吧，一般像这个江南人银啊，它是属于江南币里边的上4针，存世量除了戊戌之外，最少的就是它。你像乙巳、己亥，包括癸卯，市面上有很多，所以单从存世量来说，人银还是少了。而恁老公呢，这个又是高分，AU50分。说实话，他这是在最高点的时候没有卖，太可惜了。就这一个50分，放去年这都是10几万的东西。就这块银元10几万嘛。对。你这话说的，我咋不信嘞？那他手里有几十块的，按你这样说，不得值个几百万了吗？你不能完全这样算，因为银元币种不一样，价格区别很大。去年最高位的时候，50分的人银确实也就10几万的东西。你现在行情来看也不会便宜了。首先，你这个是入的皮盒给分了，因为皮盒啊评级比较严格。你看它的综合状态是给分，上50分啊就是一块原味币，这已经很好了。笔面又是全身打，我没有看出来任何毛病和缺点。就目前你这块人银状态，我最少能给到你4万。你不是说了吗？几十万一块的东西，现在为什么只值4万块钱？这中间的价格错的太多了。2分钟之前你还问我值不值2000嘞，现在给你4万你又嫌少了，
因为银元这些年它就像股票一样有行情，有涨有跌，很正常。现在市面上的人银数量也不多，因为我们回收也要吃饭，对吧？基本上买回来，加点佣金就走了，生意大概就这个样子，理解一下就行了。哎，我理解，我能理解。就像黄金前几天不是还470、480了吗？对。今天跌到450了。对。哎，你们攒那么大的本钱，挣个几百块钱也是应该的。啥都不说了，我今天必须得把它变成钱。真没想到，我老公这几年瞒着我买这个，我太开心了。哎，既然你都做决定了，我也不再说啥了。人银给你留3天，回去万一能跟你老公商量不通，到时候东西你再拿走，别再因为一块银元伤了恁2口子的和气。哎，这个你放心，老板，我们家还是我当家嘞。这11相亲了7个对象，我长那么漂亮，竟然没人相中我，结果一个不咋样帅嘞，谈了半个小时，临走给我一块破银元。这相亲见面送给你一块银元是好事，说明人家相中你了。来，我看是啥样的银元。他相中我，但是我不一定相中他嘞。你先帮我看看这块银元吧，看看能不能值2000块钱。值不值2000？你这是太小看这个银元了。我实话告诉你吧，像这种镶银1两，它可不是普通的银元啊。而且你这个镶银1两，你看它的正面还是带回纹的，入的是皮盒。虽然盒子上标注的没分，但是这个壁面字口这可都是全身的。我再给你加几千，现在恐怕市面上你也买不来啊。你也别给我卖关子了，我跟你来说一下我的实际情况。我今年27岁了，现在身上背了有将近75万的房贷。因为我个性比较好强，所以想通过相亲来找一个能帮我还贷的男朋友。基本上结婚现在都是男方准备房子，而女方准备房子似乎不妥吧？我想多问你一句你这找人还房贷是做分房还是作为你个人所用其实我也有私心现在男女结婚离婚率很高我这套房子就是为了以后婚姻出现问题做准备所以见面的时候我都给他们说得很清楚1个月还的也不多也就3000块钱而已。1个月3000块钱已经不少了。你像我们普通人1个月也挣不了几千块钱，怪不得你长那么漂亮，见了7个才有1个人对你动心。说实话，我感觉相亲见面都是为了了解对方，你这上来就谈钱，确实让人不爽我是一个很坦诚的人，我相中的没相中我这相不中的却送给我一块破银元，你说这算啥事儿？送给你银元就说明人家相中你了，破倒是谈不上。因为银元这个壁面它这带的是褒奖，最关键的是长得不帅不是问题，刚好他能满足你的要求，把这个银元卖了，直接替你还房贷，这不是皆大欢喜吗？我听他磨磨唧唧的，他也就图我长得美，但是我得好好看这块银元能值几千，然后我再做决定。哎呀，看来你这是待价而沽给你说句实话吧，你像普通的龙洋也确实也就是几千块钱的样子，但是你这个是镶银1两，这不是普通的银元。我们常见的龙洋都是72分，你这个是1两的重量，在过去作为军饷之用，是新疆造币厂做出来的。过去新疆造币厂做工都不是太好，第一，模具条件有限，第二，含银量比中央龙低很多，所以做出来的银元状态都很差。加上镶银1两存世量不多，好品更是很少，有很多都是因为品相对吧，最后回炉了。而你这个镶银1两，说实话它还不是普通版。你看普通版正面的周边不带回纹，皮盒虽然说给的是 VF97， VF 就是银元流通过了一个品相，壁面确实有这个流通痕迹。97就是壁面是带黑色的褒奖。你这个银元好就好在壁面全深大，如果流通痕迹这不是太明显的话，给你50分这都很正常。壁面状态挺好，确实是一块味道币。暂时市场价我感觉3万没啥问题。就这一块银元能给3万吗？对，我还以为1-2000块钱呢。看来是我无知了，但是我却遇到了一个真爱确实这个价格比较符合您的这个择偶要求。说实话，第一次相亲见面能送你一块镶银1两，足以说明他够大方。再说就是能玩得起这种龙洋的，他也不是一般人。恭喜你，确实找到了真爱。
你啥都不说了。这个对象我得好好处，等我下个月没钱还房贷的时候，到时候我再过来找你。行，好好的收好，外边的盒子比较脆，找着别摔住了。谢谢你啊，没事。俺这个儿子果是一点都不亲啊。这结婚我给他拿出1-20块银元，他竟然给我扔到垃圾桶里，说看见这么脏的东西都环卫。哎呀，这不是吃饭，银元涨点和胃口有啥关系嘞？再说了，你这都是正儿八经的老银元啊，这上面的铝锈，这都是他正常的褒奖，这都是一眼大开门的东西。拿银元当结婚礼物，主要是图他一个寓意，银元寓意婚姻美圆圆满满。哎，儿子再是嫌脏，大不了不要就是了，也不能扔垃圾桶了呀。他说我是故意气他的啊，本来结婚是一件开开心心的事啊，说我心里坏。故意拿这些脏银元去安利他。说实话，我可冤枉。我哪知道这些银元晃着咋变成这个样了？我知道你是冤枉了。这些老银元表面生铝锈啊，太正常了。因为银元的含银量是9银1铜，而铜在潮湿的环境下最容易生铝锈，放的时间越长越容易生铝锈。如果不生锈的话，你这些品相还是好银元嘞。跟你说实话吧，我就这一个儿子。而且还是包养俺小姑子嘞。平时太溺爱他了，动不动不合他的意，都对我发脾气。都这还不敢告诉他，不是我亲生的。那你别告诉他了，甚至你把这个事儿啊，永远烂肚子里边。说实话，孩子无论是不是亲生的，这个教育孩子啊，这可不能溺爱。这尤其是家里边就一个孩子嘞，小时候溺爱惯了，你长大了性格啊，他一定性，说实话就很难管教了。可被你说着了。小时候是含着嘴里怕发了，捧在手心里怕摔着了。那是。这结婚一下花了我几十年的积蓄。那是。这给俺儿媳妇的改口费，本来说好嘞1000块钱的红包。这结果没想到。俺两口一个人还得准备1万。啥都不说了，孩子马上都结婚了，有啥要求啊？尽量的都满足他们。正好你这几十块银元，恁儿恁媳妇都不识货，你也别勉为其难了，别给他了，当改口费。他不是要2万吗？你直接卖了，那两口一个人1万的大红包，比啥都强。老板，你说的怪轻巧呀。2万块钱，你说我上哪儿弄去啊？家里头都这么多值钱的东西了，你看看能卖几千，都给他们红包算了。估计给你几千块钱，你还真不卖。这20块银元我简单的看了，总共是3大类：大小头，还有北洋龙，里边就这一个小头，典型的阴阳面，一面带光，一面带褒奖，几百块钱吧。最值钱的呀，还是你这些大头，还有里边的瞻仰，我看了里边没有8年，3、9、10都是常见的年份，基本上都是无戳无伤的。唯一的就是这些褒奖厚了些，但是这些罐装买着放心，有喜欢洗币的，用洗币水可以洗着玩，大概行情1000一块，15块也就15000的样子。乖乖嘞，我还以为这一块100-200呢。真没想到能卖这么多。你说俺儿咋那么不识货嘞？哎呀，跟你说实话，你这年轻人有几个认识银元的？说实话，你这1分钱不给他要，他们说实话都嫌碍事。剩下来就是你这4块北洋龙了，1块29年，然后3块34年。说实话，你这币面我看了都不带任何斑。北洋龙啊，都是我们普通人家常见的龙样。这4块品相给这放上来，其中1块，你看这个包浆厚点，啥都看不出来了。我都给你叶子打包。加上刚才那个小头，总共5块，给你9000块钱，再加上刚才那15000，正好24000，这不是啥都有了吗？啥都别说了。你今天可是解决我了一个大事儿。我这在家愁的是几天几夜都没睡好觉了。这真是太感谢你了。你太客气了。主要第一，你对银元不懂，感觉银元不值钱，孩子又给你扔垃圾桶，还把你给整蒙圈了。第二，这孩子结婚事儿多，忙迷糊了。正好今天啊，你把这个银元变现，解了你的燃眉之急，又满足孩子的要求，说实话，一举两得。不行，我等着我给你买瓶水喝吧，太感谢你了。你不用客气，不用客气。我给你买水，太感谢你了。没事，我给你算上。就拿只有1块银元啊，小谢竟然说我狮子大张口啊！你说都这一块破银元，他能值500块钱吗？现在1块银元啊，还真是不便宜，一般500块钱还真买不来。来，我看你那啥银元。这个银元是让男朋友送的，一共送了10块啊！我想着要1块给俺孙子打一对金手镯，没想到他反应那么大，
如果我是那侄女的话，我和她的反应一样。这么好品相的北洋龙，你看入的是皮革，人家都给 XF45分了。这个银元啊，笔面你看属于全身的，龙鳞、字口、包浆都无可挑剔，状态属于原汁原味微下水。你给人家要过来，拿着北洋龙，而且还这么好品相的，去给恁孙子加工银手镯，你这不是气人吗？气啥人呀？他不给我才生气呢。就这一点银子都不舍得给我，他都没有想他小的时候父母离婚，都不管他的时候，要不是我把他抚养长大，供他上学，现在长大了，翅膀硬了，连一块破银元都看在眼里了。你说这不是给我添堵了吗？你看小心儿，我觉得你和那侄女之间啊，绝对有误会。首先啊，你这个当婶子的呀，很大度，把他抚养长大，供他上学，给他饭吃，对侄女来说绝对是他的恩人。然后你要银元去给孙子加工这个银手镯，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太浪费，太奢侈了。一块破银元而已，你说有啥浪费的嘞？有啥奢侈的嘞？你说，明年就是龙年了啊！我孙子开春就出生了，我看拿这个龙阳，去给俺孙子加工一对银手镯，第一寓意非常好，第二，过去的老银子不是纯都钢吗？你这是老传统老观念了。其实像这种银元的银子并不纯，因为过去银元含银量是9银1铜，它的含银量只有90%而已。由于过去人都穷啊，加上之前银元也便宜，所以才会拿银元去给孩子加工那个银手镯。但是弊端就是用这个银元加工出来的银手镯啊，因为含银量低，孩子戴上容易发黑变黄。最重要的就是这些年啊，银元涨价了，现在都后悔了。有啥可后悔的？银子不值钱，就我说的，如果这块银元能卖500块钱的话，我里子倒着写。哎，俺侄女啊，不孝顺呀，让我伤心心寒，还受气。你不要过早的下结论。我跟你说一句实话，别说这个银元你500卖不来，你就随便拿一块带戳带伤的北洋龙，人家好歹啊也能卖个1-2千。哎，银子多少钱一颗？就这一点银子能卖1-2千？1-2千块钱，我说的是最差状态的北洋龙，而你这拿过来的这个状态非常好，原汁原味的状态。你看入的是皮盒，给分是 XF45分。首先这个北洋龙啊不带任何斑，哎，纯粹的是一个好状态。入皮盒你能给分，价格它都不会便宜了。你看笔面属于全身的，尤其是它这个龙鳞，你看属于全龙鳞，正宗的高额头，而且还是宽边。一般宽边的银元啊，基本上都是模具出铸之初做出来的银元，所以整体笔面状态非常好。还有它这个笔面包浆味道，它是正宗的传世美品。就这跟你说吧，就你这一块状态而言，现在的行情给你2万都不为过。啥样？我没有听错吧？没。就这一点东西能给2万吗？对。我的妈耶！没想到这银元咋那么值钱嘞？最主要的原因啊，是你这个北洋状态好，皮革带粉啊，一般都值一个好价钱。说句不好听的，你不懂行，贸然拿去那个首饰店加工一个银手镯，这是属于巨亏。你可以对比一下嘛，你现在都是去金店，你随便买一副宝宝手镯，顶多也都花200-300块钱呗。你把这个银元卖了2万，能买100对银手镯了。你说那侄女她会愿意给你吗？如果是我肯定也不会给任何人。对呀，关键是我之前对银元不懂呀，有误区。对，啥都不说了。这银元，给你拿回去。我还偷偷拿出来了。我给你他还还回去。对，别让侄女再生气了。对，是不是？对，谢谢你老板。不客气。俺爸妈也真是看不起俺姑。我大学毕业了，他让我去那打工，为了讨好俺姑，专门给他买了一块银元，可惜人家都看不上。亲姑的话，完全没必要去讨好吧，看不上就是那姑的问题了。这一块也不是普通的冤大头啊，入皮盒给的是 UNC 97的8年，从盒子上的标识来可以看出来啊，这确实是一块底板未流通的8年，状态还不错。送给恁姑当礼物掉不了底啊！那你今天拿过来是准备干啥？还能干啥？人家都对我说看不上了，SB 来了，给他干啥？你直接给我变现吧。这毕竟是恁爸妈买的，你这轻易给变现了，似乎不妥啊。再说都是自家亲姑嘞，都是恁爸的姐妹，整这个是不是见外了？穷死不打亲戚工，这是我的想法。俺爸妈非得
都跟我想的相反。俺姑最近她做生意发达了，在我们这里开了几个连锁超市。我今年大学刚毕业，俺爸妈直接让我去俺姑那店里面上班。别人底薪3000，他却给我2500。别人上8个小时的班，我有时候还得加班。你说这样的安排，这分明不都看我不顺眼吗？您的这个想法是对的，穷死不打亲戚工，这个是过去的老话。因为是亲戚的原因啊，有时候工作上，因为某种原因会吃一些哑巴亏，具体还得分开来看。像你刚大学毕业啊，进入社会没太多经验，有些想法可能很单纯，工资给的比别人低啊，或干的比别人多，会不会是历练你呢？我感觉都不是历练，这完全都是一种嫌弃的感觉。因为俺姑她现在身价已经上千万了，她根本都不把俺这种穷亲戚放在眼里面。其实我感觉我们无论在哪里上班啊，投靠亲戚，尤其是有钱的亲戚，不要期望从他们那里能得到啥，最关键的还得靠自己才行。因为越有钱啊，有些亲戚他们都会飘，商人永远都是看利益的，他才不讲啥亲情不亲情的，是不是？我比较认同你说的话。这个俺爸花了1000多买了一块大头，结果俺姑一听价钱，直接正眼都不带看的。他说玩音乐低于3000的从来不玩。你说这算啥事儿？低于3000的不玩，没正眼看都对了。看来那姑啊确实是一个势利眼，他幸亏是没仔细看这个音乐。遇到这种亲戚啊，不谈感情也罢。其实这是一块8年的冤大头，并非像你说的1000块钱。冤大头里边3年、9年、10年那3个年份价格是最便宜的，而这个8年的发行存世量相对来说都是最少的。我给你来说一下你这个 UNC 97的意思啊。这个 UNC 呢就是 MS 级别没给分的状态，未流通的意思。未流通啊，就是这个在市面上没有拿出来过。97就是指笔面上的褒奖，因为这个音源啊，它存放过程当中啊，它会产生褒奖，而你这个音源完全是笔面有褒奖，所以笔面看起来不是太清楚，但是实际状态确实是不错。首先笔面是属于全身打，你包括发丝、耳朵、肩装、字口，越看越清楚，而夹合这一面也没有任何的弱打。然后就是笔面这层褒奖，这看上去啊就像挂着一层蛋黄彩一样，状态在这放着了。就目前你这个价格而言的话，我感觉轻轻松松8000块钱是没啥问题。8000？对。那俺爸为了我的工作还真舍了呀。这样的亲戚我感觉都没有必要去巴结他。快上半年班了，我干的最多，工资却领的最少。其实你看开一点就行了，可能那爸妈也是觉得吧，就是感觉跟着那姑他会拉你一把。但是现实也不像他们想的太简单。说实话，靠人不如靠己，永远不要指望别人，尤其是对吧？比你有钱的亲戚，是不是？你说的对，你说的对。这越有钱越有势力，越看不起你。这个音乐出了吧，一下顶我好几个月工资了。你也别着急，这毕竟啊，这是恁爸妈买的。我感觉啊，你最好跟恁爸妈回去商量一下。恁估计是不要。对吧？你让恁爸妈自己做决定，你也不要做他们的决定。回去商量商量，跟他们商量商量。对，好，谢谢你了。没事没事。